Hello， 大家好，我是阿斌。自从科比离开之后，他的家人们似乎都被放在放大镜下观察。最近，科比遗孀瓦妮莎又一次的被推上了风口浪尖，遭到了无数的口诛笔伐。网络上有个提问：十分恩爱的情侣，一方去世，另一方接下来做什么才是你心中最完美的结局？一个高赞回答是：如果是小说，我希望他不再娶妻，待到白发苍苍时，仍握着他的照片，每天复习他的容颜。如果是现实，我希望他能忘记，然后与别人白头偕老，儿孙满堂，老有所依。这个回答无疑是已故球星科比和妻子瓦妮莎的真实写照。距离科比去世已经2年多了，时间偷走了光阴，但偷不走荣耀与思念。这位 NBA 巨星的陨落依旧使很多球迷难以释怀，而科比遗孀瓦妮莎的一举一动也时刻被大家关注着。近日，瓦妮莎在社交平台晒出了与科比和 Gigi 的合照，并写道：都是为了你们，我爱你们，正义献给科比 Gigi。原来这是因为科比坠机遗体照遭泄露案判决结果出来了，瓦妮莎胜诉，洛杉矶县需向他赔付1600万美元。据悉，当判决被宣读时，瓦妮莎静静地哭了。可当网友看到1600万美元这一数字时，瓦妮莎还是再次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上。不少人在底下发布一些刺眼的评论，看到这些评论，真的为瓦妮莎打抱不平。要知道，瓦妮莎继承了科比的全部遗产，她根本就不缺这些补偿，她只是想为丈夫和女儿讨个公道而已。而且，瓦妮莎也已经决定将胜诉获得的1600万美元赔偿全部捐赠给曼巴和曼巴其他体育基金会。可即便如此，还是有人不信她。其实，自从科比去世后，瓦妮莎就陷入了舆论风波，她的一举一动都被无限放大，稍有不慎，可能就会招来指责声。前段时间，关于瓦妮莎的一张亲密照在网上疯传，照片是在室内的一个房间里，光线昏暗，瓦妮莎打扮得很精致，接受一名男子的亲吻，她的嘴巴也做出亲吻的动作，疑似回应该男子的亲吻。果不其然，瓦妮莎受到了四面八方的攻击。有人说她表面上对科比念念不忘，但私底下非常玩得开。还有人说科比看到这一幕该有多心寒。这已经不是瓦妮莎第一次因亲密照受到外界的指指点点。曾有外媒扒出，瓦妮莎参加了意大利的单身派对，她身着一袭白衣，优雅大方，身材傲人，魅力十足。瓦妮莎抱着她的小女儿就坐，而一名男士则搂着她的胳膊，亲吻她的头发。而瓦妮莎闭着眼睛，脸上充满了笑容。多次深陷绯闻风波，大家纷纷为科比抱不平。他们的逻辑简单粗暴，失去今生挚爱，怎么还能接受别人的亲吻？你不痛苦吗？你怎么笑得出来呢？没有什么比失去挚爱更加绝望。永失挚爱的痛，没有人比瓦妮莎更懂得。8月24日，瓦妮莎在社交平台晒出了一张与科比的亲密照片。她说：生日快乐，宝贝，我好想你。永失挚爱，何其哀痛，但生活仍要继续。科比去世这2年多，瓦妮莎每时每刻无不思念，但也渐渐从阴霾中走了出来，开始重新拥抱生活。但键盘侠不放过她，如今的瓦妮莎正面临着一场道德绑架。你不可以再拥有幸福，我们相信会永远的流传下去。但是瓦妮莎才39岁，人生的路也仅仅走了不到一半。很现实的问题是，她很有可能会再婚。曾有记者问瓦妮莎，未来你会考虑重新开启一段感情吗？她说，也许吧，但科比永远不会被遗忘，他的位置无可替代。但对于这种预测，总有网友跳出来反对，和科比那么好，就一辈子别再嫁了，这样才对得起他。比起科比的离世带给瓦妮莎的痛苦，无形的道德绑架才是无法解脱的枷锁。还记得那个骑摩托车背亡妻回家的吴家芳吗？汶川地震中，妻子不幸身亡，他费尽心力驾着摩托车把亡妻的遗体绑在身后，运回家乡安葬。因为这一幕，他得到了一个称号：中国最有情义的丈夫。然而好景不长，仅半年后，赞美消失，迎向他的皆是讨伐声，因为他再婚了。如洪水猛兽一般的讨伐声让他从深圳逃到老家绵竹。最后，他无奈地说：我宁愿没有当年那张照片。有人说，才半年就再婚了，对亡妻有点残忍。残忍吗？有点，但这就是人性。李银河曾说过，人完全可以爱了一次又一次，只是时间问题。斯人已逝，活着的人总要继续开始新的生活，可能是半年，可能是2年，也可能是20年后。但最重要的是，每次怀念的时候是真心的。而我们作为旁人无权干涉，更不要站在道德制高点对着别人审判一切。泰坦尼克号这部爱情片，相信很多人都有看过。杰克和露丝在游轮上相识相爱，结果游轮出了意外，杰克为了救露丝选择直面死亡。在生命的最后时刻，
杰克对露丝说：“你要活下去，生很多孩子，看着他们长大，你会安享晚年。”这一场唯美凄凉的爱情打动了多少人的心？尽管杰克要露丝好好活着，结婚生子，但有多少人仍觉得露丝最终嫁人是这段爱情唯一的遗憾？她没有如我们期许的那样一辈子回忆杰克，一辈子为他守着。没有人不向往一生一世一双人的深情和美好，可现实中却是人生总是充满遗憾。倘若发生意外，隔着生死，谁不愿意生者能重燃希望，幸福生活？因为爱你的人总是希望你是幸福的，即使身旁那个人不是我。在综艺节目《我最爱的女人们》中，蔡少芬有过这样一段发言，她说自己为人母后特别怕死，于是每次坐飞机前，她都会和丈夫张晋认真交代身后事。要是我有事的话，你必须要好好保护2个女儿。你想要再结婚没问题，要找一个对她们好的女人。她还轻描淡写地补充了一句：如果我先走了，她肯定还会找别人的。听完蔡少芬的话，钟丽缇直呼：不可能，怎么会？她那么爱你。对此，蔡少芬的回答是：算了吧，现实一点。这是人性，但也是真实的人间。追求幸福是人类的本能，旧爱带来的伤痛终会被时间治愈。在不违背道德伦理的前提下，每个人都有选择告别过去，展开新生活的权利。科比和瓦妮莎的爱情故事如童话一样美好，虽然他们的婚姻也曾遭遇危机，但是他们患难与共，携手同行，终于走到了越来越好的今天。虽然他们爱情的尽头是痛苦的，但不容置疑的是，过程是非常美好的。1999年11月，21岁的科比遇到了17岁的瓦妮莎，就像童话中的王子和公主一样，2个年轻人一见钟情，迅速坠入爱河。当时外貌出众的瓦妮莎经常在课余时间做兼职模特。第一次见到科比时，他正在给一个说唱乐队拍摄 MV， 而科比正在录音棚录制自己的 Hip Hop 专辑。事实上，科比的专辑从未发行，但录音棚之行却有更大更有意义的收获。他认识了未来的妻子。初次见到靓丽的瓦妮莎，科比有些害羞，但还是鼓起勇气说：美女，我们还没见过吧？我是科比。瓦妮莎大方地回答：我是瓦妮莎，你好。这就是他们相爱的开始。那时的科比虽然没有像后来那样如日中天，但是他的天赋和能力已经让他初步具备巨星的风采，而瓦妮莎只是一个高2学生。2000年，在 NBA 总决赛上，瓦妮莎第一次出现在公众面前。媒体发现，球场上的科比经常和场下的瓦妮莎暗送秋波，却不知道他们已经确定了恋人关系。爱情来得刚刚好，他们确定彼此就是生命中那个对的人。2000年5月，瓦妮莎和科比订婚。2001年4月18日，他们在加利福尼亚州举行了低调而浪漫的婚礼。此时，瓦妮莎18岁，科比22岁。少年意气的爱情，两情相悦，毫无保留，不顾一切。即使这段婚姻不被外界看好，并遭到科比父母的强烈反对，科比的父母认为科比还太年轻，不应该这么早就结婚，并且他们希望科比娶一个非洲裔的美国人，而瓦妮莎是墨西哥和爱尔兰的混血儿，她显然不符合这个要求。所以科比的父母及2个姐姐都没有参加他们的婚礼，连湖人队的队友和科比的经纪人也没有出现在婚礼上。不管别人怎么想，即使父母不同意，科比认准了瓦妮莎就是相伴一生的人。他给她最有分量的承诺，给她所有的爱。他们没有签署婚前协议，完全信任对方。2003年1月19日，科比与瓦妮莎迎来了他们的大女儿娜塔莉亚。爱情的结晶诞生，他们的甜蜜幸福又增了一点甜。仅仅结婚2年，科比就成为3连冠霸主，他的名气越来越大，挣钱挣得越来越多。此时的一个事件却又给了他当头一棒。2003年夏天，科比陷入英俊丑闻，突如其来的指控让科比焦头烂额。妻子瓦妮莎选择和科比共同面对，她没有抱怨，也没有因为不信任而离开，反而是常常出现在新闻发布会现场，给科比足够的支持。在发布会现场，科比流泪向瓦妮莎道歉：你是最坚强的人，抱歉让你和家人经历这些。好在最后事情都和平的解决了。在后面的时间里，虽然仍有坎坷，但是他们依旧很相爱，也共同度过了很多难关，直到那一次的直升机事件。逝者长已矣，生者如斯夫。从悲痛中重振，重新开始新的生活，也是对逝者最好的告慰。瓦妮莎从17岁剑拔弩张。众所周知，科比对胜利的渴望是很疯狂的，也正是因为如此，使得他有着辉煌的职业生涯。然而这也是把双刃剑，不少队友私底下就对黑曼巴颇有微词，甚至连好脾气的林书豪都对他忍无可忍。那么科比在队内究竟是怎么样的存在？今天
阿宾就盘点他和昔日队友的恩恩怨怨。要说科比在 NBA 的冤家，第一个当属大鲨鱼奥尼尔。两人虽然有过成功的合作，为湖人带来了3连冠，缔造了紫金王朝，但是 OK 之间的关系就是盛装包裹下的一泡狗屎。两人性格迥异，这也是造成日后矛盾的主要原因。奥尼尔是个天生的喜剧演员，尤其享受在镁光灯下被聚焦的感觉，他乐于和人相处，但更是个小心眼的自大狂。在他心里，别人对他的尊重、评价、球场地位跟赢球同等重要。而科比恰恰和奥尼尔相反，小飞侠几乎从不在意别人对他的看法，他的眼中只有在篮球场上需要赶超的对手。不同于大鲨鱼对篮球玩世不恭的态度，科比是一个无比虔诚的信徒，他无法忍受自己以及队友对比赛有半点懈怠。刚开始，因为两人实力有着较大的差距，科比还能以奥胖马首是瞻，但随着小飞侠羽翼日渐丰满，二人的矛盾逐渐变得不可调和。到了2001年，奥尼尔变成了一个300多斤的胖子，脚趾、脚踝、膝盖伤情不断，再加之联盟开始允许联防，科比在球队的作用更加凸显，这也让二人在球队的地位发生了微妙的变化。2003年，科比英俊事发后成为了众矢之的，又由于他孤僻的性格，所有湖人队友包括奥尼尔在内，并没有人站出来声援或者表示支持科比。也不知道是为了报复还是一时脑热，在一次采访中，科比侃侃而谈，表示这样的事情沙克也干了，只不过大鲨鱼用钱搞定了一切。科比此番拖奥尼尔下水的言论直接引发了后者的震怒，两人的矛盾也再次激化。而后04年输给活塞，两人关系最后的遮羞布被彻底撕掉了。在当年总决赛里，科比尝试不再依赖三角进攻，有意减少给奥尼尔的传球，试图用自己的单打搞定比赛未果后，奥尼尔发飙了，两人关系直接陷入冰点。随后就是鲨鱼东游、曼巴手潮的故事，但是两人的恩怨并没有随着各奔东西而化解。比科比更早拿到第4枚总冠军戒指的奥尼尔大肆叫嚣前者，而2008年科比折戟总决赛后，奥尼尔又继续落井下石，可见两人积怨之深。如果说奥尼尔的实力让科比还不能太过放肆的话，那么在黑曼巴单独带队的黑暗期，队友可是让他骂得怀疑人生。其中最深受其害的被称为初代死神的斯马什帕克，他就曾说科比对待队友就像对待屎一样。科比到球馆的时间要比队友早很多，凌晨4点就开始训练了，但是他严于律己的同时并没有宽以待人，而是经常会用各种不同的垃圾话以此来刺激队友，总是按照自己的要求来约束队友。而且在队内，科比会有明显的等级划分，他亲口告诉帕克不能和他说话，以帕克的身份还配不上和他交流。当时科比和队里大部分人都不会交谈，所谓的队友在他眼中是上下级关系。科比说帕克是最差劲的，他就不该在 NBA 打球，但没办法，我们在控卫这个位置上花的钱太少了。这样的话的确像是领导说的，但绝对不像是领袖说的。帕克也不是逆来顺受的主，2006至07赛季之后，帕克就识相地离开了湖人。对此，帕克也将矛头直指科比，我之所以没有留在湖人，是因为我不买科比的账，我根本不会拍他的马屁。老实说，在那个赛季的后半段，我几乎不想传球给他，我选择在场上忽视他。要知道，三角进攻是一种以团队为主的进攻战术，而非个人。怎么说呢？但凡有本事又有性格的人，和科比好聚好散、体面分手，仿佛真的是种奢望。而和科比共事过的球员当中，肠子最悔青的人恐怕就是霍华德了。在和魔术上演了又臭又长的肥皂剧之后，霍华德从奥兰多这个培养超级中锋的西点军校，来到了超级中锋搬运工的洛杉矶。科比的那句“我来教你夺冠”振聋发聩，使得魔兽对未来无比憧憬。集结了新 F4 后，湖人也成为了总冠军大热门。赛季刚开始时，霍华德的心情还不错，因为他满怀希望。一方面，霍华德想和科比联手助湖人登顶；另一方面，他也想接班科比，成为洛杉矶的新王。然而理想很丰满，科比很骨感。随着赛季的深入，霍华德逐渐萌生了一种被欺骗的感觉。科比在球权上寸步不让，丝毫没有交出湖人火炬的意思，让习惯了球队核心地位的霍华德在一次次折返跑中一点点磨灭了斗志。球给你，你去玩吧。与此同时，乐天派的魔兽与终日苦大仇深的科比性格迥异程度甚至超过了 OK 时期，双方在更衣室里和球场上多次出现摩擦。2013年的休斯顿全明星，在赛前的更衣室里，霍华德趁科比没来时穿起了他的球衣，在各路球员面前极尽自己的耍宝天赋，好好的模仿了一番科比，
没料到这时正主突然进入更衣室，目睹了这一切，气氛一度陷入尴尬。科比和其他在场的球星都打了招呼，唯独没有搭理这个 Plus 版24号，场面真的是尬上加尬。那个赛季科比拼至跟腱断裂，湖人也仅取得了45胜37负的战绩，以西部第7进入季后赛，止步首轮。休赛期，霍华德拍拍屁股直接走人，以自由球员的身份和火箭签约。这一决定使得湖人彻底进入重建期，而在后来两人赛场重逢之时，更是直接爆发口角。科比骂霍华德软蛋，霍华德骂科比老狗，两人之间的互相憎恶在肆无忌惮的叫板中已经曝光在全世界面前。如果说前面几位是因为性格不合，可能是双方的原因，那么林书豪可以说是科比性格最大的照妖镜。林书豪加盟湖人的2014至2015赛季，球队早已褪去了华丽的外衣，成为了联盟一支人见人欺的弱旅。而习惯了带队取胜的科比，那变态的求胜欲并没有体现在如何帮助队友更好的获胜上，而是集中体现在出手术上。林书豪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回忆说，当时35岁的科比心态就像25岁一样，他想向整个世界证明，因为大家都在说他不可能从跟腱重伤中复出，所以他当时想要证明自己的心态很迫切。有很多比赛他一场能投45个球，让球队其他人根本没法投篮。然而科比的身体已经跟不上他对自己的要求了，心有余而力不足。除此之外，科比与队友相处依旧不融洽，被爆出经常怒斥林书豪等湖人球员的现象。其实林书豪对比赛也很关注，他和科比甚至会在半夜讨论失利的原因，但是在交谈中，科比颐指气使的说话方式让林书豪觉得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而是大人在教训小孩。不只是场下交流不快，在场上也是经常意见相左。林书豪说，到最后我受够了，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场上一度做手势让他退下的原因。我不想再那样打球了，我们还有别的战术，球必须要移动起来。那次短信交流之后，我们在季后赛最后4个月始终没有说话，能够把好好先生都逼急，那么一般人在科比面前真的是很容易崩溃的。当然了，科比也是对事不对人，无论队友是谁，他都是这个态度。而且随着巅峰褪去，黑曼巴在后面也认清了球场事实，态度变得不再过于强硬。他就是这么一个极端的人，爱他的人觉得他方方面面都是魅力十足，持续炸裂的表现更是让他们成功挤进球星行列。今天阿斌就带大家梦回2012年初，重温林疯狂的经典战役。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林书豪爆发把科比打服。2011至12赛季的尼克，在坐拥甜瓜安东尼、小霸王斯塔德迈尔的基础上，又引进了小牛的冠军中锋泰森钱德勒。如此豪华阵容让纽约球迷欢欣鼓舞，人傻钱多一直充当冤大头的大苹果城不但有望一雪前耻，更是有机会在东部与热火3巨头扳扳手腕。然而球场胜负并不是牌面实力的较量，还有句话叫做伤病也是比赛的一部分。在这个赛程更加密集的缩水赛季，尼克遭遇了严重的健康问题，队内多名主力在赛季初期就高挂免战牌，球队战绩糟糕，阴云密布时代广场上空。是继续沉沦轻车熟路的扮演联盟笑柄的角色，还是另辟蹊径化腐朽为神奇？这是时任尼克主帅的德安东尼无法回避的选择，也是他是否能继续留任的关键。而有一个球员的挺身而出保住了小胡子的教鞭，那便是林书豪，一个当时正写着 NBA 辛酸史的黄种人。作为一个落选秀，林书豪在 NBA 里身体天赋平庸，技术扎实但不出彩，加上黑头发黄皮肤的属性，使其空有一腔热血而无处挥洒。经历了在勇士、火箭2次被裁命运的他，来到了第3站纽约，尼克成了林书豪职业生涯的救命稻草，而他出乎所有人意料，成为了尼克的救世主。球队在阵容轮换捉襟见肘的时候，火速把他从发展联盟召回。自此，林书豪的神奇表演拉开序幕。面对篮网，砍下25分、5篮板、7助攻，让德隆威廉姆斯黯然失色。对阵爵士，交出28分、8助攻，让哈里斯领教了黄种人的速度。交手巫师，贡献23分、10助攻，打爆同届状元沃尔。短短几天，林疯狂就席卷联盟。随后，尼克迎来了更为强大的对手，科比领先的洛杉矶湖人。赛前，记者就问到了科比对风头正劲的林书豪有什么想说的，后者称自己并不清楚这个人，也不了解他最近做了些什么。面对科比的无视，林书豪不露声色，决定用赛场表现说话。开场之后，
在首次进攻中，林书豪弧顶附近持球，面对老于费舍尔进行中距离尝试，但遗憾弹框而出。不过林书豪的首粒进球并没有让现场的纽约球迷等太久。第一节进行到9分半左右，他传球给杰弗里斯后落位底角，接到回传，看到面前是错位防守的中锋拜纳姆，果断出手，3分命中，帮助尼克斯首开纪录。很显然，此前3场比赛林书豪都是以串联球队为主，得分为辅，而这一场面对科比的质疑，他决心要用更直接的方式，通过得分来拿下比赛，赢得尊重。长传助攻钱德勒暴扣已经是林书豪每场必备节目，中距离干拔他也稳稳命中。虽然科比在采访时对林书豪置若罔闻，但湖人教练组显然对这名尼克球员进行了针对性的防守策略。他们知道林书豪喜爱使用挡拆后突破篮下，就要求湖人队员提升禁区换防速度，而林书豪也察觉到了对方的防守安排，于是挡拆后2次选择中距离出手，并且双双命中。随后尼克突然扩大到全场领防，林书豪眼疾手快将球捡起，一条龙上篮直接打听湖人。首节仅过去不到5分钟，他就独自砍下9分2助攻，尼克全队所得的13分都与他有关，球队也在场上占据主动。在第2节，林书豪开启了更疯狂的进攻模式，面对3人围堵，林书豪在空中拉杆出手，2+1打成，转身后的中距离跳投也是一气呵成。看到自己布置的防守策略失效，身为湖人主帅的禅师杰克逊做出调整，负责防守林书豪的老于不再放投不放突，甚至还进行提前夹击，这没有难倒哈佛高材生。书豪给出的办法是早出球推反击，在打成2次2+1后，林书豪又连续送出2记助攻，继续帮助主队保持领先。随后的这一镜头在后来被无数次回放，林书豪飞身抢下篮板后，全场冲刺持球推进，看到对方防守还未落位，迅速杀向篮下，转身抹过费舍尔，面对3人夹击将球抛进篮筐。湖人5冠控卫就这样无奈成为林书豪的背景板，这彻底引爆了麦迪逊花园的热情，叫好声如山呼海啸，就连身着西装的球队老大安东尼也起身为表现出色的小弟呐喊助威。但湖人并不那么容易被击溃，科比也不会在这块得分记录属于他的场地无动于衷。在黑曼巴的带领下，湖人发起了反扑，科比本人更是身先士卒，教科书般的低位单打，接球就投的销魂干拔，脚步娴熟的攻击篮下，全都手到擒来。在他的带动下，湖人进攻有声有色。很快，尼克积攒的比分优势被一点点蚕食殆尽，分差再次来到个位数。但是今夜的主角注定由林书豪当选。休息归来后的他突破抛投相继得手，快攻传球应有尽有。其中一个回合面对科比的防守，一个加速突破杀入禁区后，顺势将球分出，队友底角接球后命中3分。紧接着他再一次展现自己的加速能力，右侧强突生吃对手，面对湖人高塔加索尔的扑防，巧妙上篮再次打进。比赛的最后6分钟，书豪彻底接管比赛，面对湖人的反扑，他用2记远投彻底浇灭了湖人追分的势头。其中一次3分出手，篮球还未落入网袋之际，队友就提前举手庆祝，充分体现了对书豪当晚状态的信任。伴随最后时刻稳稳命中的罚球，林疯狂的数据定格在了全场最高的38分，比当时尚处巅峰期的科比还多4分。书豪也成为过去25年里在麦迪逊广场花园与湖人交手时得分最多的尼克球员。赛后输球的湖人当家多少有些火气，在被记者问到有什么能指导林书豪的时候，直接呛了回去：你让我给他什么建议？他都在我们头上快拿下40分了，你还能让我给他什么建议？虽然以惊艳的数据赢球，但林书豪依旧保持着黄种人特有的谦逊。当被问到是否紧张，而对面的科比是否终于认识自己时，他回答道：这场比赛和其他比赛没什么不同，我只是确保当自己站在场上时，能够像以往一样努力，尽全力帮助球队赢球。至于他是否认识了我，这你得去问科比本人。也许吧，他的话激发了我拿下比赛的决心。诚然，论影响力，林书豪在尼克的队史上只是流星般的存在，而这场比赛却是他职业生涯中最动人的战役，同时也值得当时这支风雨飘摇的纽约军团铭记。林疯狂虽然持续时间短暂，但是给了球队一针强心剂，让他们相信了哪怕是当家球星缺席，自己也照样有能力获得胜利。林书豪通过这样一场比赛，让科比知道哪怕是落选的球员也有自己的尊严，
也可以通过努力实现逆袭。同时也告诉纽约，哪怕这座城市纸醉金迷，哪怕这座球馆向来是巨星的舞台，也总会等到平民狂欢的时刻。就像《灌篮高手》中樱木花道对安西教练说，老头子，你最光辉的时刻是什么时候？是国家队时期吗？而我呢，就是现在了。我是阿斌，我们下期再见。